那到时候房价会怎么样？我先告诉你，没有人知道，政府也不知道，因为超过40年的大楼要都更的难度实在是太爆干高了哦。那个公寓就已经很难搞了，那个大楼产权那么复杂，那个还得了？而且大楼案是这样哦，它等于怎样？容积那块土地的容积率都用完了，所以你为什么公寓好都更？因为你公寓那块土地假设发展的很好嘛，然后变成商三商四，你把这个矮矮的公寓弄掉，你可以盖高高的大楼哦。可是原本就已经是大楼，可能它没有很高啦哦，11、12楼、13、14楼的这种，你就算那块土地很好，你把它全部都卡掉，你重拉也差不多拉个15楼而已啊。对，那所以容积就已经被用光了哦。那这就要看政府有没有办法出台相关的政策来继续加大容积，不过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这修法修到爆裂哈。先说结论哈，因为屋龄低的房子越来越少，但是需要房子的人越来越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自住买房不要追求双赢啊，自己开心最重要。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少子化不会让房价崩盘哦？那今天就来戳一下这个居住正义大侠们的玻璃心啊。那你也可以把这支影片传给那个居住正义大侠，你看他会不会觉醒啊？如果他继续无能狂怒的话，那就继续让他怒吧。好，来，居住正义大侠最爱讲什么啊？就现在少子化很严重，买房子的人都是盘子，未来房价一定崩，然后他再来减就好哦。嘿，对，那为什么这个喊了20-30年都还没崩？难道说这个12000的投资客可以硬撑房市20-30年，然后年年都撑出这个房价历史高点？投资客有这么猛吗？先说结论，没有，怎么可能因为买房子的需求近期来看就是越来越多，而能住的新房子也越来越少，有没有很反逻辑明明现在就在少子化啊，然后明明现在建商就一直都在盖房子啊，那应该是供给大量增加才对，需求要减少这样才对嘛我告诉你，市场实务上就是需求越来越大，新房子越来越少我要说的不是什么新青安少掉一波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新青安之前还有一个旧青安啊，它也不是什么真的很新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供给变少的原因是因为老屋实在太多了老屋太多了。我们之前的影片就有提到，买老屋的比例逐年攀升，以台北来说，每5笔里头就有3笔已经是老屋了，老屋就30年以上这是政府认证的那个老屋30年以上。如果你没有印象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右上角去看那个影片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情就是老屋将来只会越来越多，而且每年都直接又多了好几万户甚至10几万户这样跑出来来上新闻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全台50年老屋破100万户，国民党团要求强制拆除危老都更都更钱很大嘛，你看那个党团要求去做这个危老都更，这是今年4月的新闻表示它很新全台50年以上的老屋，屋龄50以上已经100万户了呢。然后我再截一段给你看这个新闻这个标色我直接念给你：50年以上屋龄的房子有111万户，然后全国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房屋已达半数。已达半数，就一半都是30年以上。老房子是现在的主体市场中的主体。屋龄40到50年的房子，光是台北加新北就有74万户也就是说10年后的50年老屋户数绝对要超过200万户。好，那都更不是要都更，都更就来都看都更的速度有多快来，你看这个有帮你标起来了。好，2023年全国都了4559户，2022年全国都了4340户。这是零头呢，零头中的零头，对，100万户，然后这个几千户这样，所以都更拆除的速度绝对跟不上盖的速度。那这时候居住正义大侠就讲话了，50年以上的房子也可以住对，你去住真的你去住。我不相信会有人就是喜欢住那种50年以上的房子，大家都是怎样，就是
有能力就会去搬走了就搬去屋龄比较轻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家的这个共识，就是要住921以后盖的房子，不是这样吗？这次的4.3花莲大地震又震出了很多人的那个噩梦。好，对，老房子就是这么多啊，就是超级之多啊。然后屋龄50年以上的房子，大家就是住一住，有能力就要搬走啦那这种房子如果是在蛋黄区的话，当然还是卖得掉，因为自产的人会来买嘛买来出租，这样等都更然后你要知道，需要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刚才已经破解了居住正义大侠的第一个幻想那房子会越来越多就不会是老屋这个喷发的速度超级之快，然后低屋龄安全的新式这个建筑技术工法的房子就是非常的少，供应非常的少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想象居住正义大侠的幻想叫做少子化因为少子化所以买房子的人会怎样？越来越少。好，那这要看什么？好，我们要来看全国家户数来，你看全国家户数帮你标起来了，叫2023全国家户数约924万户2022是909万户增加了15万户。好，那你再看这个99年底是793万7024户，这都内政部的统计。好，奇怪你不是说少子化怎么过了13年后新增了131万户？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啊，现在少子化没有错，但是也有个事情正在发生，就是家庭的人口数在变少。以前是这样一间房子里面至少5-6个人就3代同堂嘛你爸妈跟你爷爷奶奶这样子。那现在呢，子女有能力就会搬出去住他买那个小两房这个住得很开心，跟他另一半住得很开心，就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一间房子大概就剩2-3个人就你跟你老婆，然后看有没有小孩这样。也就是说，虽然少子化现在正在发生，但是居住的需求，房子户数的需求其实是变多的。而且这些人瞄准的是什么？有能力还是买3房那还在努力的还口袋没那么深就是先买2房过渡，然后之后还是要换到3房好，那最后做个结论，为什么少子化不会让房价崩盘？因为能住的新房子就越来越少那想要买新房子的人还是很多一直增加出来所以房价短时间之内当然就不会崩盘这个低屋龄的房子以现在市场来讲这叫做供需严重不足严重不足。居住正义大侠想要等房价便宜再来买，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生。如果真的要发生到时候就是一个屋龄65年的公寓，你看那个居住正义大侠他想不想去捡？对啊，不是很会讲说那个没有人要买，然后他要去捡，真的有一个那个屋龄65年的公寓出现的时候超便宜，然后你看他愿不愿意去捡？对啊，所以居住正义大侠就是没有在看市场，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为什么少子化目前不会让房价崩盘。那我也跟你分享了真正会影响市场的2个因素。第一，能住的房子越来越少了屋龄轻的房子10年内屋龄超过50年的房子一定会超过200万户那以现在都更的速度，差不多每年5000户而已，这来不及了，完全连200万分之5000，这个你怎么来得及？然后都更出来的新房子是不是都是天价？对吧？除了地主户那个不用自己出钱买以外，都很贵都超贵那也是人中之龙、人中之凤才有办法去买的嘛。对，然后第二个，需要房子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是全国家户数。2010年全国家户数793万户，2023年924万户，13年之内增加了130万户。这个就是现在的市况你不知道少子化，可是大家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高那所以现在房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供给减少了200万户，需求增加了131万户。那你怎么会觉得目前的少子化会影响到目前的房价？现在就真的还是供不应求的阶段。最后我想问你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原因在支撑房价呢？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也想看看那可能是心理层面的比方说华人就是怎样有土司有财嘛再怎样就是要把房子囤起来。OK 这个也会造成说我们台湾的房地产就支撑异常的强烈。当然钱也不喜欢放股票，他就是找一间房子把它放起来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
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也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啊，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啊，讲八卦。我觉得台北市的中产阶级最辛苦新房子天价，老房子也超级之贵那变成3000万也是住公寓这样。我们台湾内政部是认为屋龄超过30年就叫老屋，那你自己看看每一年会喷出多少老屋，那新房子盖得来得及补上吗？很可惜，数量完全追不上。就算数量追得上，那也不是每一个住在老屋的人他都能够顺顺利利的买得起这个新房子。那再过个8年10年，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就真的会亲眼见识到公寓屋龄普遍55年。大楼屋龄普遍40年在一些6都蛋黄区里面，中古电梯大楼那个中古起来我们现在认为是20年，没有，以后就是40年了这真的是个很神奇的时代。那到时候房价会怎么样？我先告诉你，没有人知道，政府也不知道，因为超过40年的大楼要都更的难度实在是太爆干高了那个公寓就已经很难搞了，那个大楼产权那么复杂，那个还得了？而且大楼案是这样它等于怎样，容积那块土地的容积率都用完了，所以你为什么公寓好都更？因为你公寓那块土地假设发展的很好嘛，然后变成商3商4，你把这个矮矮的公寓弄掉，你可以盖高高的大楼可是原本就已经是大楼，可能它没有很高啦11、12楼、13、14楼的这种，你就算那块土地很好，你把它全部都卡掉，你重拉也差不多拉个15楼而已啊。对，那所以容积就已经被用光了那这就要看政府有没有办法出台相关的政策来继续加大容积，不过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这修法修到爆裂那附近的日照权什么建筑技术法规通通都要大修不然的话，你那块已经盖了大楼的土地这看起来就已经是就不会有人去搞那个的都更，为什么就容积就没了建商做那个东西一定赔钱除非修法了，然后变成有一些很夸张的容积奖励，变成一个超级高楼这样，否则就不会发生那个中古大楼就会继续中古在那里那少子化一直都有人在讲，永远都有人在讲。那我只能说蛋黄区里的房子供应就是不足啊，更遑论蛋黄区里的新房子。你自己看看忠孝复兴这种最强全台最强蛋黄区，它附近的住宅总共有几户真的一户一户把它点出来，就是直接数都数得出来那绝对是放不下在忠孝复兴附近商圈工作的所有人口，对不对？所以房子就是不够啊，所以大家就会很依赖交通建设这样子通勤过来上班啊。所以你要是害怕少子化你就是自产在超级蛋黄区就对了，你管他房子老不老，这没办法管了啦，管不到了啦你只能说因为那个超级蛋黄区就是房子都怎样不够住那所以没办法，那就你买再怎样一定租得掉。那个忠孝复兴那多少百货公司，那里面贵哥贵姐主管们，他就是很容易就会跟你租附近嘛为什么？因为他上班近嘛。好，那你就是吃这种需求，那这个就是蛋黄区的威能那个房子老不老都很老可是里面的租客工作都很好就是这样。那之后你只剩下一个问题要去面对那
你真的遇到了，那就是命哦。这个无法抵抗的东西，这叫商圈转移哦。商圈转移就是商圈会没落的，你知道吗？哦，就像以前的东区，然后现在变得还好；以前的师大夜市，哦，现在变得萧条哦。这种等级的风险，嘿，就你真的资产在超级蛋黄，你的风险就剩下这个。哦，跟那个什么超大地震之类的啦，哦，那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控的东西。好，你看少子化再加老房子，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么的混沌与复杂。哦，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控制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蛋黄区里的置产，哦，给它置下去。好，然后就是赌说蛋黄区的租客哦很好，然后这个房子会继续保值，那屋龄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给它大吧，不然能怎么办？加油吧，祝你顺利。最后记得哦，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